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周小鹏老师，欢迎周老师；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严老师；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陆老师；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欢迎米娜老师。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第一对嘉宾朋友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请看，我们结婚1年多了，刚结婚不久，他就选择辞职，在家准备考研，这样家里所有的经济压力就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因为他没有收入，我在家人面前也没有话语权，受了很多委屈。可是他不仅不理解我，不心疼我，甚至一些日常的生活琐事也要我操心。他这个样子真的让我感到很累。从谈恋爱到结婚，感觉一直都是我在等他，可我到底还要等多久才能等到他变成一个值得我依靠的男人呢？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江先生23岁，来自湖南无业；女嘉宾邓女士24岁，来自湖南，公司职员。欢迎两位哈，高中同学是吧？高一的时候那个认识的，高考之后就谈恋爱在一起了。然后呢？他就是去湖南长沙读大学去了，我当时是复读，因为成绩不太理想，递了1年，我也考上长沙，就团聚在一起了。对，现在什么状况？结婚以后就我一个人上班，然后他没有工作，生活上经济上压力都很大，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走下去了。为啥不工作呀？我现在是在准备考研，考的专业是历史学，不工作。当时也是和他一起商量过，他说啊行可以。你本科学的是什么？土木工程。土木工程不是挺好的专业吗？毕业之后我也是工作大概3个来月，这个行业吧就要全国到处跑的，想着刚结婚就分开，这样也不太好。我大一的时候就跟他分开1年了，我结婚还直接又跟他分开，我也不愿意。当时我不是在工地上班嘛，下班之后跟他打电话，情绪经常崩溃，跟我哭闹吵架什么的。你说那工地上班本来就挺累了，搞这么一出不是心更累了吗？那我还上什么班呢？就这么过了3、4个月，一合计换个行业吧，读个研提升下学历。就想着考历史学，然后出来当老师也行，考公也行，那当个铁饭碗不也挺稳挺好吗？这是你们俩一起规划的？对，我俩一起。哎，我挺好奇的哈，为什么一毕业就结婚啊？从头跟你们讲一下嘛，那个我大学上学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我什么也不熟悉，遇到了很多事情，但我不能跟他讲，因为他在复读，怕影响他学习。七夕啊，人家成双成对的，我有个对象，我感觉比单身狗还惨，想他也不敢跟他讲。我怎么听这个意思是说您一个人还没法生活了？这读大学的时候一开始不是大家都有一个陌生城市的陌生适应吗？因为之前跟他就一直相处在一起嘛，情感上有点依赖他，是这意思吧？对。然后呢？然后他考上大学来了之后，我们那几年过得还挺好，就约定毕业之后就领证。那你们领结婚证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他学的这个专业可能未来就是要全国各地跑？上学的时候没有这么多想法。双方家里人同意吗？都同意。所以家人也祝福，就领了证了。现在最大的压力就是经济压力，是吗？不光是经济上的吧，感觉他结婚以后什么也不管，我结了个婚跟没结一样。哦，这好像特别像你在大学第1年那个等后期的时候那个状态，是吧？对，就家里多了个人，我还得照顾他。那你憧憬的这个婚后生活是什么样呢？我想的是有什么事情2个人能一起解决一下，能让我能有点依靠吧，别总是有什么事情就把我一个人给推出去了。都啥事儿他把你一个人推出去了？我们去年6月份领的证，领证之后就商量过说不要立马办那个婚礼，但是他家里就那个时候就开始一直催，我就不想要这么早，我们现在也没什么钱，我让他去讲，他也解决不了，就最后还是把那个婚礼给提前了，办也办的
让我就是不满意。那时候不是家里想着办了婚礼，就是对我们双方家庭那边都有一个交代，毕竟我们已经领了结婚证，是法律上的夫妻，然后在老家那边把婚礼办了，那不就更名正言顺了吗？免得双方来往尴尬。这有什么尴尬？合法夫妻有什么尴尬的？但是老家里那边重视这个，是给我们办婚礼啊，又不是给他们大人办婚礼，他们家就是什么事都他爸一个人说了算。我想要一个那种中式的婚礼，然后想在酒店里面找个那个婚庆，我也不是说很高端，他就一直说不行，一定要在家里面办，他只会就是说劝我去同意他爸妈说的话，我自己有什么意见想法也加不进去，我感觉我像个工具人。就那时候咱不是没收入吗？口袋里没钱，那说起话来就没底气。其实我也不是啥都没说，婚礼那个风格形式，那不也是咱们一起敲定的吗？那都什么样子的呀？就在家里面随便装饰了一下，一点仪式感也没有了。就不是咱在纠结这事儿还有意义吗？还有啥？在办婚礼之前不是要买那个3金嘛，然后还有彩礼这些事情，然后那个3金也是一样，他爸就说，这个价钱就在这儿，在这几样里面选，他就那几样我怎么选？我选也选不到自己喜欢的呀，就随便拿了一套呗。对，所以也没有经济能力，为什么要结婚呢？独立的人才能结婚嘛，人都没独立干嘛结婚啊？那可不就是养人鼻息吗，姑娘？所以咱掰扯这些没有意义嘛。也就是说，在毕业之后，2个年轻人因为爱情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就走到了一起，结婚了，对吧？但是女生希望婚礼延迟，有条件再办个她理想的。男生在这个上面没有帮到她，这是第一个让你不满的，是吧？还有别的事儿让你不满意吗？他家里面也一直不尊重我。那天我刚好其实在家休息，他爸以为我不在家呢，他爸给他打电话说，要是当初领证就直接怀孕生孩子啊，哪有这么多要求啊？我当时听到这个话多难受啊！凭什么我现在一个人就工作养着他，他家里面这样子来说我？当时我爸说这话，我其实也是非常不同意的。他说话马上就反驳他了，我从来没有这种不尊重他的想法，从来没有过。但是你总是对你家里没办法，要我一个人去解决。你自己在外面跟我在一起住，你也是这样子。就像我们这一次租个房子，因为我们现在也没有钱，我就一个人上班，我想租个合租的房子，就便宜一点，还能住得稍微好一点，跟别人摊一下。然后他就一定要去租个那种整租的1室1厅的房子，一定要我们2个人住一套房子。那个房子就很贵啊，就在场上来说，那个正规1室1厅就要1800-1900的样子。我工资才那么点。咱结婚了，夫妻2人多了私密空间，不更好吗？再说你跟陌生人合租，谁知道他是什么人啊？到时候遇到那种就不靠谱的室友，生活鸡飞狗跳的。好，听懂了。所以房租是你出，对吗，姑娘？对。好，我接着问啊，房租是你出，生活费谁出？也是我啊。最后有没有租那个房子呢？租了。所有的费用是你妻子哈，还扛得住吗？我觉得现在我一个人赚钱没关系，但是我希望他能理解我一点，就体谅我一下。在家里面也是，我每次回来，我想吃个现成的饭，他也做不了。感觉就是像照顾一个小孩子一样。你觉得你现在已经做妈了，对吧？对。哎，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你父亲是说，如果怀了孕，我以这句话来倒推，你的父亲应该挺着急家里面所谓香火的延续的。关于孩子这个问题，你们考虑过吗？我不想这几年就生，因为我们都没什么钱。然后他现在这个情况，他自己都照顾不明白自己呢，还生个孩子下来，孩子喝西北风吗？哎呀，终于冷静了一回啊。那我也没同意，这是我父亲有催，家里都有催，但是其实我也没同意，我和他想法是一样的。哦，家里有催，但是我俩都不同意，这是我和他一直是观点一样的。他怎么跟他家里讲？他说直接跟他家里讲，我要丁克了，我不生了，我直接不生了。这么极端，直接跟他爸妈这样讲，然后他爸妈怎么看我？就觉得是我的问题，我不想生。你就这么说的？这事我觉得他真的太幼稚了，每次做这个事情就很极端。这个事情我想的就是不果断一点，他们老是催，就是这个事情之前打了好多电话，而且是我自己的想法，不是说赌气啥的。刚才说丁克是谁的想法？我的。
但我没有说我不生，我只是说过几年经济好一点再生，他就直接一口回绝了。我觉得经济好了，可以把那些钱精力都放在我们自己身上，同样可以让自己很充实快乐。对，我觉得他现在真的很幼稚。所以你现在能够明确的知道你妻子心里的那个不悦和不快是什么吗？一应该是经济问题吧，现在挺大；二可能觉得我就是还不够成熟。你是不是会觉得这个男人什么都挑不起来？肩膀子有点薄啊。我就觉得他一点也靠不住，有时候想起一些事情我就很难过的那种。就你知道我每天都骑车上班，然后每次下雨那个车没有那个挡风的，就直接淋着雨还打雷。我那有一天晚上一直打雷，打那个很大的那种炸雷，然后还下雨，我自己一个人骑着车淋雨回来的。然后我就当时就边哭边骑，我在想，为什么我们没有个车子，不能买个车子？如果他有个工作能收入一点，就能买个代步的车子也行，但是就是没有。就是想凭什么就要这样子跟他过？所以那天晚上你回家的时候哭了吗？我回家的时候我也没敢多说，因为为什么没敢多说呢？他就是一心就是学习，我真的。他关注到你那天回来淋了雨了吗？他有问过说？问了一两句，我就自己去问了，就说你怎么淋雨，怎么不打个车？然后我当时没说什么，我想打个车，我第二天我要把车骑回去，我第二天还得上班，那个车如果不骑回去，我自己早上打车的话又要花几十块钱。所以他的关心来自于你怎么没有打车，是吧？他就没想一下这个钱怎么来，我就那么点钱。之后你是要接着去做饭，还是家里面已经有了热腾腾的一桌饭菜了？没有。你还要做饭？对。你没想着去接他？我也没法去接他，就是为什么你没法接他？就是当时就是公司距离还有点远，大概有5公里了，就是5公里远吗？打车过去他也不乐意，说一定把车带回来。你不能自己骑个自行车去接他？没有，就家里就一辆，就是那个电动车。没有共享单车吗？那时候偌大个长沙没有一辆共享单车吗？你就说你没想不就完了吗？你就没想着下那么大雨，如果他是骑车回来的，家里面有碗热汤也好，你怎么没做碗汤呢？我又给他准备那个姜汤啥的。准备了。哦，真是不错哈。你喜欢这小子什么呀？我也不知道，就是当时感觉在一起挺好的。就是你现在是连基本的这个虚伪已经不愿意了，是吧？就这个舞台上有很多这个男的到这个环节，至少还知道去抚慰一下自己的恋人或者自己的妻子，他就站在那儿无动于衷地看着。就你想想那个场景，换给你，你想一想，你妻子说我要在家里考研，你一个月就挣5000块钱，然后你老婆说不行啊，咱房子得住1800的，各种条件都要好的，你回家还得做饭，还得伺候他。下雨了，您一个人淋着雨骑着自行车骑了5公里回了家了，你什么感受？你在后悔吗？嫁给他？有时候遇到这种事情，真的会有一点难受。学历史的好找工作吗？行，我当时查过，就是教师或者当时毕业那年就应届生嘛，考公都还可以。所以又是你想的。就跟你幻想未来的生活是多么幸福是一样的，对吧？今天妻子来哈，主要是想解决什么？我就是想让他能成熟一点，能承担一点事情。承担？按你这个说法，这个人得换呐。但我觉得我应该就是现在的我比刚在一起那时候我还是进步了挺多的。人不总是在进步吗？对。到目前为止吧，我状态就是大多数时间还是在学校里，就是工作经验、社会经验不是比他来说少了很多。那为什么？因为他比我早毕业2年。哦。比我早毕业2年。那你应该是专科对吧？对。你当时第1年考的时候，连专科也没考上吗？我其实考上3本。那为什么不上？湖南有个3本线嘛，然后就是一是学费也挺贵的，然后就是也找不到什么好专业。
就想着那再复读一年。所以其实你对你自己的规划都是有的，对吧？对。你的人生是有规划的，它只是你人生规划当中的一部分而已。我这么说可以接受吗？行。可以是吧？就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嘛。所有的人生规划都是他，或者叫那个婚姻，对吧？我想着结婚以后就2个人一起过的。你们出场之前，我用了一个词，我说有请这对情侣，因为我看完他们所有东西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把他们跟夫妻这个词联系在一起，没有办法把你们的这个状态跟所谓的婚姻状态联系在一起。我老觉得好像在这个婚姻当中有人失位了。你听听老师们怎么看你们这个事儿，给你支支招，好吧？别哭了啊！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就想问一下男生，那天下雨，你是知道他混过来的？我还打着工呢，我还赚钱呢。川哥提到这儿，其实刚才我就一直在思考，怎么到了男生这儿，成了家了，考个研我就得全职在家，什么都不能干，那么难吗？不是说我当年读研怎么又带孩子又打工，而是我们的生活，如果你选择在这一刻，你的角色是什么，你该负的责任就得负。考研可以啊，支持你啊，那你学生的责任你自己负。当老公可以啊，那你当丈夫的责任自己负啊。好事都落你头上了，全心全意考研，一个女人全心全意伺候你，为什么？也就她傻呗。你是真精啊，精到让人感觉到可怕。我不会做饭我就不做了，我不会挣钱我就不赚了，那你娶她干什么呀？我都担心，女生，她真的读了研，上了好大学，找了好工作，回家一看我这黄脸婆，这不行，我还得换，因为她心里只有自己啊，她只想的是自己幸福的、美好的未来，这个未来多少和你有关系，你自己去衡量一下。如果你还是珍惜这个女生的，你们一起走过那么多的时光，年纪轻轻结合在一起，也真的爱过。那我觉得你把考研的事情缓一缓，如果你没能力，就先撑起家来；如果你有能力，就兼顾起来；如果你一般能力，至少在家给他做口热乎饭。你自己衡量。你如果说我没能力，我就只能躺在那儿考研，还不一定能考得上，那你就离开他，自己去成就你的梦想。等你觉得你自己够成熟了、够稳定了，能给一个女人安安稳稳的家，负起一个男人的责任，你再成家呀。我觉得还是要有他才行。那当然了，你舒服呀。女生我也不同情你，你的委屈都是自己自找的，你就没有自己，他还会爱你吗？生活的节奏在你手里，你才能拥有生活的幸福。你把节奏都交给了他，你就小年纪变成一个怨妇。好好想想自己，婚姻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你是最重要的。谢谢。谢谢严老师。我听到你说他做饭那一段，我就想明白，你就活该，你知道吗？为什么？你给他创造成熟的条件了吗？饭做的不好吃，我宁可自己做。看他那边要问我，我宁可自己做。是呀，那所有事情吧，看他家务做不好，还不如我自己做。他赚钱也赚不好，还不如我自己赚。那不就都是你吗？好像结婚是你的终点是吗？有一句我特别不同意的话，叫撒娇女人最好命，我很不同意。但是啊，你不可否认啊，它有它的一定的合理性。它的合理性在什么地方？就为什么撒娇女人会好命？因为撒娇的女人她形成了一个激励机制，她通过她的撒娇鼓励到一个人，说你做这个事儿做得特别好，我全靠你了。她这个激励机制让一个人去不断的去做事儿，去付出，事儿做得多了，他慢慢就会了。最后我跟你讲一句话，一个人真的想要自强，就自己去做决策，你不要把决策权交给别人，然后自己吃了苦之后又开始在那边拼命的抱怨。你所有的抱怨，最后其实你都会发现都是你自找的。就这样。谢谢陆琪老师。我起初跟大家想法一样，就会觉得讨厌你、同情你。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个男人真的这么糟吗？他不是有过几次工作的经历吗？
不是都是被您给打断的吗？他不也是老老实实的跑工地，你说两地分居不可以，他只好回来了。厮守接下来他想我干嘛好呢？什么事情能让我更好的厮守呢？我换专业吧。换专业我该怎么办呢？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对人生还毫无经验呢。想了一想，那我就只能通过考试啊。考试的过程里头，我怎么能够替我的老婆减轻负担呢？我送外卖啊，这些他不都做了吗？外卖不也是你让他别做的吗？然后做饭他不也做了吗？做了以后是你让他别做的呀。这个男人的人生里头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在被你指挥着，你是提着线的那个人，他就是那个木偶。目前他觉得又能满足我老婆长相厮守的需求，又能够仿佛将来有一席之地在这个社会上，而不是每天靠打着零工散工来过活，仿佛只有考研这一条路了。于是我为了报答老婆，我闷头考研，考上了，争取好好学，将来给她一个更好的生活。这不就是你给她灌输的吗？是你自己的梦想比天高啊。就像你们也明明清楚自己几斤几两要办的只能是什么样的婚礼，但你的梦想比天高，你要的就是一个中式的，没有办成一直耿耿于怀到现在啊。你边打着这个男人往前走，然后再抱怨说，天哪，我怎么还在雨里淋着雨，我怎么下了班还要回去给他做饭，这是你要的呀。你完全可以在有雨的时候选择叫辆车回家，因为如果我淋病了，我将会耽误工时，我买药都比车费贵。你也还可以等雨小了再走，但你选择的是我非要在那个时候回去，边在雨里走我边难过，天哪，我的日子里怎么没有一辆车呀？你给自己的人生设定了这么多目标，你知道靠你自己是难以实施的，所以是你绑着他呀。你逼着他为你做这个为你做那个，然后靠抱怨来使他更加努力，因为你看不到他有任何优点，你对他提出了各种需求，所以他只好靠现在的努力来为你换未来，不就是这个吗？你疯狂的在他身上倾注爱，这一些不就是为你自己的未来在做投资吗？所以你有什么好可怜的呢？我也不认为你将来能过上什么样的幸福的日子，因为以你现在的一个状态，基本上已经看出了未来生活的基调。跟公婆感情一定不好，未来你是一个很讨厌的儿媳妇儿，因为你对他们心存下系，并不打算化解，打算记恨一辈子。未来你的孩子你也教育不好，因为你已经习惯了放着我来，因为你做不好，我就不给你机会学，我不给你机会成长，而且你又不善于管理自己，你嘴上充满了抱怨，所以光凭这3点，孩子将会不好，老人将会不好，丈夫被你指挥的团团转，而你还在后头不停地唠唠叨叨地抱怨我的人生。你的问题是啥？你就是像我们古代的时候那一些书生们，梦想是有一个田螺姑娘，他们最好是能够白天就是偷偷摸摸的来干家务，夜晚他变回田螺，这样的时候他对我也无要求，还能照顾我的衣食起居。而我一旦考取功名，我就可以把我们家里焕然一新，我就可以骄傲的一拍板告诉所有人说，看，投资我没错。你的心里不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吗？你从来不知道对你的老婆有一些可能不切实际的想法，认真的说不。比如说他说放着我来做，你没有说不，媳妇儿不好吃，今天你也要忍了，省下来的这个时间我们还可以在一起散个步呢，而是好你做。你媳妇儿要冒雨回家的时候，你没有说不，别回来，或者等我送雨具过去，你反而想的是那就回来吧，既然你能回来。你对于你的妻子，你采取的就是既然她愿意为我付出，既然她就像妈妈一样的鼓励我，那我何乐而不为的享受这一切呢？未来我只需要给她看一张录取通知书，她就会喜极而泣，夸我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了。你为了未来放弃了现在对她可以做的疼爱，你也为了一个可能不会实现的未来而放弃了现在生活里头脚踏实地的每一天。
该送外卖送外卖，该读研读研，这2个事情不冲突。而你学不会抱怨的话，也许你应该学会的是对自己提要求，好好工作，好好挣钱，不要指望谁来改变你的命运，自己改变自己吧。谢谢米娜老师，你们俩其实是一路人嘛。你是把自己的命运要绑在一个人的身上，别躲了，躲啥呀？面对生活吧。你已经是她老公了，你要真爱她，你真应该知道怎么做，都不用我们教你。一起进入真情60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吧，咱看看现在的结局吧，请开门。来吧，我们一起见证属于这对小夫妻的浪漫。谁还没有个前任呢？前任对于我来讲，真的就只是过去的一段经历。但我女朋友她却总要拿来比较，总问我一些送命的题。和他在一起后，我发现他还在用着前任送给他的东西。我每次问他，他都会搪塞我、敷衍我。我生气也不愿意哄我。他总说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可是他的态度让我没办法相信他。你说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每次都会吵得不可开交，都需要我哄，时间长了我也没有耐心了。我不明白，几句话就可以哄好的事情，为什么要花几个小时来和我吵架？他是不是不够爱我？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图21岁，来自江西学生，有请。小刘21岁，来自江西学生，有请。姑娘，你有多高啊？我净身高175，个子高是好哈，看得远对吧？你看东西是愿意这么看呢，还是回头看呢？就直视前方吗？你确定你是直视前方吗？这小片里可说你不是直视前方啊，你一直在回头看是吧？特别在意你的前任，是吧？为什么那么在乎他的前任啊？感觉他对我的态度，包括我对他问一些问题，他的回答，就让我觉得他对我没有耐心，就感受不到他对我的爱。包括他在一起之前，他也说了他很喜欢他的前任，就对他很好。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一直放不下他对他前任。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怎么好上的？我俩是在学校健身房偶遇的啊，后面是她闺蜜撮合我们2个人一块儿吃了个饭，一来二去就熟了，然后就在一起了。谁追的谁啊？我追的她吧。这也很奇怪啊，你追的她，你怎么会跟这姑娘说我心里有我前任，然后她还同意了呢？我其实也不是说我心里有我前任，我只是觉得刚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要开诚布公的嘛，就是你原来有什么过往，你说出来，我尊重你的过往，对吧？但是他就不是这样的。我跟他说完以后，他每回跟我吵架就把这些事情给提出来，一直质问我，问我到底是爱他还是更爱我前任啊？这种死亡问题。对，然后这不死亡啊？那你更爱谁啊？肯定是更爱他呀。哎，没事了吧？他除了会问这些，还会问他跟我前任比谁更好看。我说他好看吧，然后他又不信。然后我要是不说话吧，他就又生气，我现在就是非常的迷，我就对他的这个感觉弄得我很累。我其实是一个就特别自卑，然后也特别缺乏安全感的人，所以我可能需要的安全感可能会比别人多。我一遍一遍的问，其实是想要你一遍一遍的耐心回答我。但是有一次我问的时候，他直接在大街上就发火了。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很委屈，后面是闺蜜劝我们和好，然后我们才和好的。哎，这个男生到底做了什么让你觉得没有安全感？他干嘛了？我在他的微博底下就看见他之前会评论一些女孩子，说什么我想认识你一下，就让我特别没安全感。我就觉得他会不会是那种喜欢在外面沾花惹草的类型？因为当时我认识他之前的话，我是单身嘛，那段时间的话就也很想就是说跟身边的人一样，就是谈恋爱。充实一下自己，所以会把这句话再说一遍。就是当时也很想像身边人一样，就是谈一段甜甜的恋爱嘛。后面那句话是关键，想充实一下自己。
谈个恋爱充实一下自己，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因为我觉得平常的校园生活其实很枯燥嘛，因为高负压他们学习嘛，然后我也想丰富一下自己情感生活嘛。是认识他之前的事情了，然后他就一直揪着不放。我觉得认识他之后，我也没这么做了。但是我觉得这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因为我可能觉得我自己有一点精神洁癖。不是，那不是他没认识你之前吗？得了，我问问你，你谈过恋爱吗？谈过。你前男友和他比谁好？他。你前男友和他比谁帅啊？他帅。哦，你前男友有哪儿比他好呢？可能就是更舍得花钱吧，他就是那种比较经济适用的那种。可能我的消费习惯相对来说，我觉得有多少钱用多少钱嘛。但是他不是，他会超前消费。然后后来我了解到是他跟他前男友他们俩都是这样，所以这点让我就心里有点膈应。我觉得我也没有很超前消费，我平常也是比较那种省吃俭用的。就算我超前消费，我觉得也是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但是有一次，就是我们两个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当时在吃饭，就在学校食堂，旁边都是人，然后他就突然对我摔筷子了，自己就直接走掉了。当时觉得很委屈，就让我很没面子，旁边的人都看着我。我是觉得，因为我在跟他聊这么严肃的问题的时候，他能笑得出来，但可能我的表达方式确实有点欠妥。哦，女生，你觉得男生爱你吗？可能不够爱吧，就是如果他够爱的话，他应该就是在我生气的时候，或者我需要他来哄我的时候，他不应该是直接在大街上走掉，或者是当众摔筷子。就包括我问他那些问题，他有的时候也会很不耐烦，觉得我无理取闹。还有我问了他很多问题，然后就发现了他现在每天用的这个手动刮胡刀是他前女友送的，我都已经明确表态了，希望他能够换掉，但是他就舍不得换。我的感觉就是吧，刮胡刀其实没有那么多感情在里面，但是他如果真要这么理解，我觉得如果他真的看不下去的话，他可以给我换把新的，但他没有这么做，他就说让我自己把它丢掉。那我说我丢掉我用什么？我觉得当我告诉你我为这个事情已经生气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应该能够感受到，所以你就应该自己主动一点去把它扔掉。你们是把恋爱谈成了课程啊，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按照正确的来啊。接着讲，挺有意思的。当时正好我们俩在一块儿，没过多久他过生日嘛。当时情况就是身上确实很拮据，已经快放暑假了嘛。我们计划就是准备出去工作，然后把之前的一些欠款给还掉。谁欠的款？他欠的。欠了多少钱？1000多点。然后当时我们就是属于基本上花销嘛，就是我在控制，所以我知道就是平常我们其实身上是没有很多钱的。所以当时他过生日我就这么说的，我说要不咱们这回就先简单过一下，后续的话我会给他补，因为现在确实情况就是我们当时就是可能饭都有点吃不上了，因为我也不想管家里要，我就说咱俩咬咬牙咱们挺过去。他当时也说了好好的，但是后来他听说就是我之前给我前女友过生日的时候东西送的比他贵，他就受不了了，他就开始给我翻旧账了，你对我是不是就不爱？我就觉得好累啊！就当我知道你对我们两个的前后差距这么大的话，那个时候我肯定是有心理落差的呀。虽然我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可能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好，但是我希望的不仅仅是一个小小的物质上的东西，我更希望能够看到你的心意。就算没钱，你也可以给我一个什么有意义的生日啊，或者一封手写的信啊什么的，我觉得都可以。但是那天感觉你什么表示都没有。哎。接着说，比如说上回他腿上长了一个叫皮肤疥肿的一个东西，当时也恰逢我们在外面实习，就是生活上就是很拮据嘛，然后他就说一定要去医院看，我当时是说不看，因为我自己得过，我知道不看，然后过几天自己就会好，也不会落什么疤嘛。后来就随他去医院看，看完以后花了1000多块钱做了一个缝合手术，钱还是我管我朋友借的，后来是我还的，所以我就觉得他有的时候实在就是有点让我觉得太娇生惯养了。我的腿真的特别疼，那段时间我都有点下不了床，但那段时间我还是坚持每天去上班。其实我特别希望他能够接我或者送我，然后他也没有说要带我去医院，是我同事他们觉得伤口溃烂的实在看不下去了，叫我找领导请假，然后他才勉强带我去医院的。我就觉得无论经济条件再怎么不好，我受伤了，我就希望你能够就是第一想到的是我的身体健康，而不是想着钱。那个手术给我留了一个特别大的疤，就导致我现在都其实不太敢穿裙子，
对于我这么爱美的人来说，我觉得留疤其实是一件影响很大的事情，包括以后我对我自己的一些职业规划都会有影响。就是如果他能够早一点，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早一点真正关心我的话，是不是我就不会留疤了？能给你买一根红头绳扎上啊，北风吹啊，这是什么年代了？怎么谈恋爱谈的跟就特别像妇女，知道吧？一个20郎当岁的大学生自己生病了，女大学生自己生病了，不知道自己去看，就因为她是她的男朋友，她就需要给她出钱，她就需要带她去看，对吧？一个青春洋溢20郎当岁的大学生谈了一个女朋友，女朋友生病了，居然愚昧到说我也长过，你可以不用去就医啊，咱就熬吧。你们这是什么呢？这是为什么会有北风吹那个感觉？就是说，哎呀，我们看个病都看不起，这个时候为什么？这个时候可以问爹妈要钱啊，不丢人啊。但是他就是不愿意啊，就是为什么呢？包括我自己，为什么这个为什么可以花男人的钱花得理直气壮？该需要父母帮忙的时候却不敢开口呢？我文件，这个恋爱谈的挺好的。男生说了想充实一下生活，我发现你的生活真的超级充实，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处理2个人的关系，你不会谈恋爱。是。恋爱是责任，婚姻更是责任的责任，但是你却认为恋爱只是充实生活，所以你哎呀，我没有安全感，你能不能表达方式成为？因为感情能够让我们生活甜一点。你自己得了病，不去医院，非要一个男人陪你才去。当你想要让自己的安全感不缺失，首先你得自己非常非常的爱自己，然后才能去要求对方说好，你可以比我爱自己稍微低一点，用这样的方式来爱自己。所以呀，说到最后，有病就吃药，不要等着这个病在这个舞台上爆发，然后指着对方说，你看你让我得病了。得病就吃药，真的长了个什么东西，动手术给它割掉，实在不行说再见，多容易啊！就这样。从来我们都会说，遇到事儿了自个儿找警察，生了病了也要知道自己要照顾好自己，去校医那儿或者是去医院，这是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成年人的生存法则吧。怎么到您这儿就成了委屈的不行？哎呀，我都疼成那样了，可我的男朋友就是不当回事，他不当回事，你当回事啊？你都还能走来走去的去上班呢，怎么就不能走来走去的自己去医院了？你一直在说你缺少安全感，你也一直在说你有多爱他，所以拿前女友做比较。让我帮你把真话说出来吧，你只不过是嫌他不为你花钱。所有计较的才不是什么不用心给我过生日，没有给我用手写情书，那些给你你都不会要，你依然会生气，你会说前女友生日你给她买的是昂贵的礼物，超出我们大学生能力范围的礼物，但你给我的却是像小学生一样用手写了一封，还不知东抄西抄的，谁稀罕？你非逼着一个穷孩子要用钱来表达爱，这样你才会觉得他真的好爱我，以及我也真的好爱这一些花钱买来的东西呢。你不就是气他没有像对前女友那样去找自己的父母多要点生活费来给你买昂贵的礼物吗？你要的哪里是我就要看看你对前女友好还是对我好？物质的姑娘不肯直视自己的物质，暗搓搓的要，拿出前任当借口，暗搓搓的哭说你看他对我不上心，我都病成那样了都不带我去医院，带我去医院居然想建议我们回家看病，他不想负担我的医药费。你哪里有爱啊？你只不过就是想找到一个人替你花钱，为你花钱。而至于男生，也不是第一次找一个女孩子来填充你的空虚了吧？你也没打算好好的爱他们，你的确需要有一个人陪你过这一段日子，在这一段日子里头能是你的一个好玩伴，最好他能够省钱，最好他能够听话，最好他能够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只是你这个女朋友眼看也做不到，你自己的能力呢仿佛现在也不逮，
早年的时候吧，你可以说我因为在读书，我就向父母要钱。现在我实习了，不太好向父母要钱，所以我也满足不了女朋友的虚荣心了。所以，各怀鬼胎，最好是一拍两散。但非要在一起，你们就在一起吧。现在很多年轻人谈恋爱，女生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叫自我物化。我自己把自己当成了一个物了，所以才会有那一句。我看一个男人爱我的程度，要看他给我花多少钱，这是女性自我物化，所以好多女生是在这个误区里面，因为她们不相信，她们觉得情感多么的虚无，精神多么的虚无，花了钱才是实在的嘛，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怎么谈一场恋爱让你们都失能了呢？就是建议你们一点，别生活里面没困难，自己给自己营造困难。别生活里面没麻烦，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我不觉得你们像谈恋爱，我觉得他们特别像在找麻烦。也求求年轻的这个小伙子们量力而行，所有人在经济上要量入为出。对，你们自己琢磨，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确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抠门而抠缩的人，但是我也不是说不能为你去做到你想要的安全感，你想要的这些东西，我都会尽量去做。但是我觉得你对我的期望和对我的要求可以稍微再低一点，要不然真的很累。我觉得我们俩在一起那么久了，我觉得你应该也知道我不是那么物质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可能表达方式上会有那么一点不一样，所以我希望你以后就是能够多一点表达，就是能够对我耐心一点。但是刚刚听各位老师说，就可能之前我有很多不对的地方，所以我要好好想一下，要不要坚持。谢谢，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看看这对年轻的朋友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接下来，请跟随我们的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让我们一起走进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说呀，我和我老公呢恋爱7年，然后结婚，那现在呢结婚4年，有了一个孩子。可是结婚后的这几年呢，他在事业上一点成就都没有，反而是负债累累，压垮了我们的家庭。现在才发现，我和我老公3观很多都不一致，因为一点小事儿就会吵，然后冷战，都是暴脾气。现在呢，经济压力也非常的大，我感觉我似乎已经不爱我老公了。请问这样的婚姻，我还需要坚持吗？您们恋爱7年都没发现3观不合，我就想问您一句话：谈恋爱的时候你干嘛去了？现在到底是因为他没有给你带来好的生活条件而让你觉得憋屈，还是因为你不爱他了呢？所以啊，我想跟您说的是，您可以不坚持，但是您要想明白一件事儿：离了婚之后，你还能找到更合适的吗？再一次的谢谢4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